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柯仁俊，大家好。好，那柯文哲课前主题的开庭呢，一直还在持续进行。那当然，他也以证人身份出庭。那中间相关的包括橘子的角色，包括中间他写的一些像什么精华论讲，所有这些那也都在庭上面跟检辩之间，大家在证人证词以后攻防。那他会听看现场来宾让观众朋友分析这个攻防在未来，因为对课前主义来讲的话，这个案子的判决是无罪是重罪或什么，甚或牵动到国内政坛未来，不管是2026甚或2028。那对花莲来讲的话，花莲现在呢，中央跟地方之间，当然昨天大家看到了在立法院的内幕。那接下来呢，对所有的光复的同胞，对光复的站民来讲的话，怎么样真的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呢？当然现在国内来讲的话，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民进党的主席黄子昭在有没有涉及到所谓的狗仔门的这整件事情？因为这几天一直在讲，有一个 H 姓的记者，然后 H 姓的记者，然后在这过程当中还记得吗？当初潘孟安现在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然后中间有没有被跟拍过？而中间的报道包括他的房子有没有去租啊，类似这件事情还记得吗？那个时候那吵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在讨论这些。而这件事情，这个 H 记者就直接告诉你，对他曾经任职在联合报，那他姓侯，那侯立安呢，他自己出来，然后他自己在昨天发了声明以后，王宏威接着发了声明，所有这些对这整个国内的这些事情会有什么影响？我一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那对黄文辉委员来讲的话，当这个 H 记者侯立安他发了声明以后，包括他自己在今天面对媒体的时候是怎么回应的？来，这个潘孟安这个事件，我召开记者会，跟黄国昌那个团队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侯立安自己也已经出来证明是他来找我。今天你们为了要做追杀黄国昌，为了要追杀王宏威，然后呢把小助理拿出来做陪葬，我觉得这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政治道德性。那我也奉劝民进党中央，你们不要这样子的。今天你们为了要追杀，然后去追杀到小助理，我觉得极无人性。今天不管是王宏威委员或者是媒体，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去监督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去揭发可能涉及的违法滥权，结果竟然受到民进党国家机器铺天盖地这样的追杀，到底是谁在操控网军、操控媒体、攻击在野的政治人物？我想全民都看得很清楚。好，那所有的事情刚才黄超已经讲了，谁在操控？然后全民是不是看得非常清楚？王伟讲说，为什么要追杀一个小助理呢？是因为在媒体上有报道，包括他的助理张考维是不是有跟包括谢欣恩之间有照片兜售啦，像这样的一些情形。这整件事情到了昨天正式 H 记者身份曝光。那谢欣恩跟王宏威的助理呢，这个周刊《金周刊》报道说，谢欣恩跟王宏威的助理张凯维是不是有合作兜售狗仔的偷拍的照片？还发生了联合报的 H 姓记者跟王宏威合作报道金屋藏潘这个独家报道。那这个时候前联合报政治记者侯立安对他自己跳出来说就是我 OK， 但他说不是他的意愿，他在文章里面他自己发的声明是说，对于潘孟安台北住所这个新闻，他将相关内容回报报社，其中一位长官要求我找立委合作，另一位长官直接要求他跟王宏威合作，并且以王宏威的名义爆料，隔日再由王宏威开记者会。侯立安说这不是他的意愿，当时他立刻表达强烈反对，但主管非常坚持，否则不能发新闻。侯立安强调说，此前并不认识王宏威跟他的助理张凯威，直到现在他也不认识谢欣恩，更从来没有进去过那栋房子。他照长官的意思去接洽王办以后，张凯维提供许多内部照片给他，他不清楚对方怎么取得那些照片，但显然最后他交给检方的都是跟我的对话。侯立安坦言说，这一次的事件让他深感挫折，他想呈现的方式跟报社处理方式差异很大，最后呢导致他被误会抹黑，所以选择离开服务12年联合报。王委员刚才回应，观众朋友就看到了，然后他有说他在
昨天的时候说，这个议题没有任何一个联合报长官跟我联络或告知我要合作，而是侯立安来找我。侯立安在召开记者会前一天就已经发稿，记者会召开前就已经见报。侯立安直接在王宏威的脸书下面，他就现在大家都流行直球对决，他就直接在下面说，委员这两天跟我的前长官聊了不少吧，然后受宠若惊，类似像这样。当然，王宏威讲说，为了打王凤章，为了打王宏威，把像张凯维啊这些小助理直接拿出来，是有必要大家搞成这样。人家现在整件事情，从最早大家讲说，黄鸿章总召有没有所谓的养狗仔这些问题，然后接下来包括谢金恩，然后包括中央社提告，现在再出现的这一块，那联合报当然也有回应嘛。联合报是说侯立安的所有讲这些东西，他们不予置评。侯立安自己有说明，但是他们最后讲说，联合报一向秉持的专业的新闻什么这些词，大家都有看到。OK， 这整件事为什么烧成这样，而烧到现在，来新闻媒体人你怎么解读？不老实讲哦，这种跟拍哦，或者是你要揭弊或什么的，如果你单纯找征信社，我认为问题其实简单一点。那它的麻烦就在于是这中间有太多的这个把一个简单的事情搞得非常复杂。我这样讲好了，黄章那时候大家在讨论的是一个政治人物，对，能不能够有媒体用养狗仔，或者是有什么这些东西。好，那黄章当然否认了，但是政治人物跟媒体之间是什么样一个合作关系，可以吗？这一次这事情是一个媒体拍了一个东西以后，跟政治人物之间的合作，两个是刚好倒过来。比如说以宏威的这件事情来看好了哦，他牵扯到了第一个有一个记者，一个立委，一个立委助理，一个不知道是调查员还是记者还是狗仔的人，因为到处借名片嘛。然后如果从这个潘孟安的那个的起诉书里面还跑出了有爆料者，就有五个最少有5个角色在这整件事情里面。所以您刚刚所提到的，事实上这还是比较简单化，在这些事情上面，因为这还包含了到说，我今天养了这个找了这个狗仔或我自己他自己称为叫做调查员的东西。然后去化名，去拿人家的名片进来，然后呢，去潜伏在别人的地方，然后用什么法务部的那个地址哦，记者室的地址什么的，然后去给人家租车位，他把这些弄得非常的复杂。好，唯一只有一个，今天包含黄国昌，刚刚黄国昌的话，还有王宏威的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万恶的民进党，刻意在搞这件事。可是我们真的静下心进来看啊，诚如你刚刚所说的，为什么这件事会牵扯到这么多？也就是媒体基于独立报道的这个状态，如果由媒体来揭发任何事情，我认为大家其实对这件事情不会有这么大的疑问。就是侯立安这篇所有的东西弄完以后，联合报开始就直接登出来以后，包括采访报道，包括所有那些，然后包括平衡报道，然后包括人家的回应。然后这些，这是一般大概就是这样。是，但是你如果看得出来，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侯立安当时跟王宏威之间的那一个关系，就特别是这个所谓潘孟安的这个报道里面，谁是主动，谁是被动，还是两个是独立的个体？我必须讲哦，对一般人来讲会认为这应该是独立的个体。媒体报道归媒体报道，你今天立法委员要揭弊要怎样，你另外去做。可是现在看起来大家是有联系的。我所谓联系是在起诉书里面，大家都已经有看到了嘛，这中间的这个对话的过程，还包含到就是说，哦，你这里面是不是有说，那你那边还有什么照片？哦，这边有好几张可以给你啊，然后你这边还有拍到他抽那个电子烟的。现在据了解啦，潘孟安那天抽的也不是电子烟，他就把那个烟拿着，然后倒过来而已，所以他的滤嘴在上面，都能讲混干母后啦，我还是要讲一下啊。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哦，这就回到的是，当时侯立安被外界质疑说你是不是跟王宏威合作，也就你们中间有一个合作的关系。结果侯立安他自己呢写了一个脸书，对，而且直接告诉大家讲说，对我就是那个所谓的 H 记者，我就是侯立安。你看他在里面提到的很多的状况是，他的这个说法是说他自己有接获到爆料，所以他开始去求证，但下面的第3段就出现问题了，因为第3段他讲的是说，当他把相关内容回报报社的时候，有其中一位长官要求我找立委合作，另外一位长官则直接要求我跟王宏威委员合作，并以王宏威名义爆料，隔天再由王来开记者会，这并非我的意愿，所以他表达强烈反对，但主管非常坚持，否则不能发新闻。
这后面当然还提到了，就是说包含潘孟安的那一块，侯立安的说法是他有去做过求证，所以他这边有掌握到的讯息，其实是报道当中有呈现，是他有房东也说有缴租金，然后其他的。但是他说非常错愕的是，王威却在记者会当中指控潘孟安被供养。老实讲，如果今天侯立安的报道跟王宏威是分开的两件事，他不用去好奇这件事情啊。王宏威怎么说是王宏威要负责？但我认为他之所以讲，是因为来自于这一段。因为他认为在报道之前，跟王宏威要开记者会之前，事实上对于报道的内容，双方应该都知情。但他却认为王宏威避掉了这一段了。第二，导致他避掉了这一段。这一段是因为整件事情是潘孟安那时候是就蓝营要竞选总统的竞选总干事，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媒体报道说潘孟安有没有被绿营的金主有没有在供养，然后那个房子一个月租金1个月豪宅，然后呢是被人家供养，那件报道是这样。所以侯立安现在出来讲说，他在报道里面他有求证过，然后讲第一个他讲说是那个屋主跟潘孟安不认得，然后是中间有人，然后结果后来呢是透过助理去租，然后包括1个月租金6万8，他说他都有写，也都有讲这些，所以这就你刚刚讲。他的报道跟王宏威讲话，其实本来应该是各自负责，只是既然讲说，那我的报道要给你，结果我的有写，那你为什么出来以后还是出现供养？他比较在乎的，怎么会变成是这个样？我觉得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他另外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表达不认同自己的报道被压小啊，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表达不认同自己的报道被压小啊，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当他讲说，其实我的报道写出去的不是这样，我不是你最后露出的那个状态。当然，其实以一般记者来讲啊，编辑有可能会因为说版面的问题或什么的，可是基本上重点不会省略掉啦。那结果他就讲说，一方面最后刊登的篇幅跟内容跟报社告知我的有落差。还有他觉得应该有更完整的平衡，那所以代表被压小的那一段是什么地方？是潘孟安那个豪宅那个疑似有没有付租金的地方被压小，还是潘孟安回应的那一块说，我这个有付租金啊，为什么那一个部分被压小？我个人比较倾向认为是后者。所以侯立安后来辞职嘛，你刚刚提到潘孟安也有发，潘孟安也讲啊，他说其实在当下的时候，他其实。老实讲，他觉得他那个时候并不是所谓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政治人物啊，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他说他没有什么官职。对，那结果呢？他说这个后来说王宏威被判败诉嘛，证明他是自付房屋啊，这个房租也没有设豪宅，也没有接受厂商招待。好，那我就回到一件事哦，王宏威今天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一直强调，他说第一个他在做的是公益揭弊。他没有否认有合作这一件，包含侯立安两个其实都承认有合作，差别只有一个，谁是主动，谁是被动。王宏威的说法是那个侯立安自己来找我，那侯立安的说法是长官叫我啊，我觉得这一段也没有差别啊，没有落差。所以第一个，两人没有否认有合作。好，那现在问题来了，第一个，如果你今天真的揭发了一件事情，是本于事实。我觉得公益揭弊这4个字或许可以用得上，但在潘孟安的这件事情上面，被证实是一个乌龙，而且是一个错误。我不认为公益揭弊这4个字适用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你没有完善的查证到，而且事后其实确实造成人家的困扰。第二个，王威今天被质疑的还有一个是他的助理，那个张姓的助理这个助理从头到尾都没有露面过，都是由王宏威。王威今天非常生气嘛但是王宏威讲了一句话，我个人也不是非常认同，因为他说他的助理并不是公众人物。我必须讲你的助理是为政治在做服务因为他是你的助理嘛，你是政治人物嘛。而且今天如果涉及到这种，就是我今天去跟人家买资料、卖资料，而且这个老实讲，法律上面主持人比我们更清楚
他无关你是不是公众人物，不是说哦，他今天不是公众人物，凭什么检视他？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办法说服大家，因为他确实在很多事情参与其中。这个东西，请大家有空的话、有兴趣的话，去找一下潘孟安的那个起诉书，不是潘孟安提告的那个起诉书里面都有非常清楚是啊，大家的这个对话里面啊，而且现在大概可以知道的状况变成是这样啊。他们当时在潘孟安的时候，因为林楚英也住在那一栋里面。所以有被怀疑说，到底是不是原先是要跟林楚英或者跟他的先生梁文杰，到最后拍到那个，但是照片传来传去，其实有3波，有3波，到底有多少？因为这里面有一句话，侯立安讲说他不清楚对方，因为好，他跟那个对方的那个张凯维他们联络，张凯维也提供许多内部照片给他，他也不清楚他们是。就是侯立安自己有爆料的来源，然后他就有一些，然后张凯维又给了他一些，然后你说有几波？来3波。这个起诉书里面哦，其实有提到嘛，哦，他说啊，你给我的照片是原始档案吗？还是也是人家转传的？啊，什么叫做也是人家转传的？那表示也有别人在拍嘛，不然你不会没事出现这种对话。好，我直接讲3波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波哦，其实是。这个张姓的助理啊，这个张凯维啊，问那个爆料者说你那边有什么相片？爆料者传了第一批的照片出去，这一批照片是什么？你知道吗？是那个大楼内部的照片，是大楼内部的照片。第二波呢是张凯维，就是那个张姓的助理传出来的，是大楼外面的照片。也就是呢，在车道那边拍的，因为王宏威后来有去拍了一个短影音嘛，他在那边讲说，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拍，有这个，就现在这一个嘛，他说我这什么叫做入侵啊，侵入民宅啊，他讲的这个，这是第2波，在外面的这个，后来再回传的时候，第3波，这个张姓助理继续去问他，那你还有没有别的照片？拿到的第3波照片，还是属于在大楼内部的。还是属于在大楼内部的，所以我就讲啊，这里面来来去去的东西有非常多，它只有证明的一件事情，没有那么单纯说我只是在外面拍，你有进入到里面，去哦。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对这件事情，它其实牵扯到了，因为你刚刚特别问我们是用做媒体的身份嘛我还是回到了原先谢信恩在离开中央社的时候发的那个声明，他的声明写的每一个字都对，但是你们做的事情跟那个声明里面说不能做的，你们都做了，就这么简单嘛。一个媒体他今天去采访、去报道，年代新闻的记者去做的报道，绝对会在年代新闻露出啊。谁会说，我年代新闻不要播，我跑去什么有台，不好意思哦，帮我化个名，帮忙播一下，不会。立法委员要爆料，要揭弊，我觉得大家完全赞成。这有什么错？虽然我认为立法委员就好好的立法就好，法都立得乱七八糟，然后到最后一天到晚要搞爆料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居民负责。但现在看起来，如果后面有牵扯到的是有没有人特别找人每天跟拍，然后跟拍完了之后呢，有东西我们来筛选一下。今天康仁俊拿到这个康仁俊爆料啊，这个等一下那这个我们去问那个义中老师要不要问义中老师这个你要选举议员问你这边要不要不然你买你不买我就卖别人。如果要涉及到这一些，我还是回到一开始的那个疑问，公益揭弊这4个字。好意思拿出来抢吗？明凤，资深媒体人，而且你也待过联合报纸。我跟你讲，联合报一定是很多人依赖的报纸，名门大派绝对是。这次所有这些过程，那是侯立安出来讲说他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这些。可是这个对一般我不知道你自己，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要先请教任俊跟敏凤，因为2位都是资深媒体人。然后包括在国内政坛，从跑政治啦，包括所有这些，明凤你自己在包括你自己在作业的过程，会是怎么样？不是，我觉得联合报都标榜正派办报嘛，那我们在联合报的时候是蛮看不起某些报纸是某人的传声筒，然后呢新闻都不中立，然后虽然我们也不是很中立，但是呢我们都叫别人说。
社论部分不要看，新闻还可以保持中立。可是这件事情呢，我是很讶异，这样我待过的报社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在处理，就是说你报社，我觉得为什么要按一个立委的名字来那个，那恐怕他就怕被告。就是如果是我直接写的时候，他可能怕潘孟安来告，所以呢，他就去找一个人头来挂。但是如果是这么，可是我讲完，就是侯立安自己，王文讲侯立安你自己也先登了一篇啦。对，我说有时候是这样子做，但是这整个过程里面并没有，这整个新闻被扭曲了。就是说，如果你是找一个人来挂，那这个侯立安本身他就讲到，他就已经跟长官讲了，他有收租金，而且不认识这个人。可是为什么到了王宏威那边呢？他就被扭曲为潘孟安是被供养的，所以就造成这个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嘛。那王宏威现在就说啊，他极力撇清，我们不要找小助理的麻烦，我们并没有找小助理的麻烦，我们就是在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你今天你的记者跟你查证的很完整了，就说没有这回事了。可是你登出来之后，你的登法是登什么？因为侯他也不满的是说。他登的这个部分，他把它切成2个部分，就是潘孟安澄清的部分，你把它盖在那个要解锁的部分。结果联合报有一个是公开的，有个部分是你要网络上面有一个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嘛。对，有一个是要付钱才能看的。那你就是新闻是要平衡的嘛。你讲人家说你当然平衡的东西，你凭什么要人家去花钱去看你这个应该要平衡的部分？那你不就是很奇怪吗？那你就变成一个打手了，不是吗？你就已经变成为这样。然后我请问你，张凯维一直就在卖黄国昌的照片，他这个集团里面嘛，就立法院一直传说张凯维卖了很多的照片，比如说这个什么施刚，他提到施刚，还有新党那个议员侯汉廷嘛，这个什么照片都跟张凯维有关嘛。那我们就要讲说，那这个东西拍出来之后，为什么包括他跟徐巧芯都跟这个照片的内容不符？这个不管是林传媒好，或是联合报的内容，实质上面还没有登出来，就会登出来，或是记者查证的内容都是觉得没有这回事。可是到了你们立委的手上，都是讲成被供养，然后有粉味的这个什么十指相扣等等，都被改造过了。我是跟报社一些人有聊过就是说合作的不止这个了我觉得。合作还有其他案子，对。那我是觉得很讶异，我就跟同事问说啊，怎么会变这样？然后他就回答一句说啊，我们都是晚报的，联合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可是你知道晚报已经关很久了，然后呢，就显然就说报社内部对这种做法也是有人很不满呐，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你今天要坦诚，就是说你这个张凯维因为透过张凯维可以联系到黄国昌这个部分，你要讲清楚啊。如果你只是那其实上你这个做这个虚伪的这个爆料，他明明就没有被供养，那你自己又负官司的责任的嘛。那只是说你联合报就令人感叹的是在这里啦，就是说他会说立委要那样讲。那这个关我什么事？我在报纸一开始登的时候，那我们一开始在纸本上面的时候，都有登这些啊。那立委他讲的那些东西，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对，那你看你相信谁嘛？那我们一开始在纸本上面的时候，都有登这些啊。那立委他讲的那些东西，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对，那你看你相信谁嘛？你看你相信王宏威还是相信侯立安的嘛？侯立安为什么要辞职？他一定是说这些的资料他都有先问过，然后跟长官报告说我要做这个，然后长官指示他跟王宏威要合作。那所以说要合作的情况之下，当然就说我先写了，然后你隔天就依照我这个联合报的事情去爆料。这个报社的做法就是说我弄一个独家的，然后有立委跟着报，这样新闻才会做大，然后就表示我独家嘛。可是你今天独家的东西就是没有这回事嘛。那你立委根据这个东西，然后发现你们背后一起合作，然后虚伪的记者会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假的内容嘛。不过现在看起来，来元君，其实包括洪为今天开记者会，包括黄国昌今天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黄国昌是直指，那都是应该讲白话文啦。就是民进党，然后呢，包括操控网军、操控媒体，所以民进党叫他找谢幸恩，对，反正就是说你们当狗仔。但是对王宏威来讲，我还要直接讲说，他们做的这些东西到底有哪里不对？他们就是要去揭弊，要做所有这些。可是刚刚敏凤显然，人就跟敏凤有意思是说，包括政治人物跟媒体之间，而且事实部分如果出现这样的落差，因为政治人物有没有被供养，有没有什么，显然是这件报道里面的一个重点。我觉得一开始他讲民进党也没错啊，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民进党在操作的。一开始的时候嘛，对啊，然后民进党哪里操作？王义川他们不是就是在骂黄国昌跟狗仔什么关系？一开始就是王义川他们在骂王义川被跟还被操作，王义川被拍，他去提告。不起诉书里面写到的这些人，不用这么紧张啊，没有紧张啊。那你为什么要打断别人呢？怎么会是操作呢？把时间给你好了，来，不是一个来，主持人是五哥，不是你嘛？我们在回答问题，然后就一直被打断，怎么会对？好，没关系。我讲完之后，你可以，你的师妹等一下，你就不实啊。好，那你的讲话也常不实啊，我一直打断你嘛，风度好不好？好，来，袁志来，这个风度好不好嘛？人家讲话都怕人家讲，民进党就是这样子啦，没风度啦。你胡说八道，你才胡说八道，不用人身攻击啊。王义川一开始就是在指控嘛，那个时候什么卓冠廷那些就在讲说爆一个惊天大料嘛，黄国昌如何，这不就是一开始民进党启动的吗？然后就去扯说那个什么黄国昌跟狗仔怎样啊。昨天最新的是《镜周刊》嘛，《镜周刊》标题直接讲黄国昌狗仔敛财。你如果没有去看那个内容的话，你会以为说哦，黄国昌靠狗仔敛财，或者是黄国昌自己是狗仔，他敛财。但你实际上你去看那些内容，他的内容，我先不去评论说那个他讲的故事是真的还假的，基本上连不太到黄国昌啊。他讲的从头到尾都是说谢幸恩他跟那个王宏威的助理张凯维关系不错，然后透过张凯维把这些料都售给国民党的民代嘛，所以有扯到什么侯汉廷啊，然后里面还有张世刚什么。那你现在顶多就是讲说谢幸恩跟张凯维他们有盈利，然后卖多少钱，两个怎么分，只能讲到这一块嘛。那你没有连到黄国昌啊，因为如果说今天有任何证据，就说那个谢幸恩通过张凯维卖了，张凯维抽了一手，然后谢幸恩赚的部分还有上缴黄国昌多少，那当然你可以说黄国昌跟他们是一挂的。但是昨天的内容只是他们有在做这件事，其实没有什么黄国昌的角色啊。可是标题直接就是黄国昌狗仔敛财。其实就是让人家，如果你没有看内容，就是让大家认为说啊，就是黄国昌在做这个事啦，就是黄国昌跟谢幸恩跟张凯维在做这个事。但张凯维到底认不认识黄国昌？他不见得是跟黄国昌。是谢幸恩的照片哪里来的？谢幸恩他也可以自己拍啊。那个 S 记者就是谢幸恩啊，对，他也，所以我才会合理怀疑说谢幸恩的照片是黄国昌狗仔队所拍出来的。黄国昌他有承认部分哦。他是说，他以前在协会的时候有跟谢幸恩合作过，但是他没有讲说谢幸恩他们那个 team 或者是谁拍的照片全部都是跟他有关，他没有这样子讲。所以这个本来就是有点过度推论。我觉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那现在王辉的助理王宏威这个就是侯立安的，其实他这个就变成扯到一个案外案，因为昨天《镜周刊》不是主要是要去骂王宏威嘛，就是后来有延伸出来的东西。他是有提到，反正他们现在就是把说有哪个政治人物被拍到什么，就全部算到黄国昌头上，然后才会提到说，之前潘孟安也被拍，然后就说，潘孟安也是因为什么张凯维，然后跟 H 记者，然后王宏威一起合作出来一个独家新闻，什么金屋藏潘嘛，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那个后来侯立安就出来发声明嘛，因为他觉得说，他可能也认为说，他不想要被认为说他有被误会还是怎么样，所以他觉得他写的内容都把内容都写出来。对，他说他没有讲供养嘛，他其实现在症结点是有没有供养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王宏威说有供养，那王宏威也没有记者问王宏威说，为什么你都没有去责怪那个跟你爆料的那个记者？他说他自己也会去研判那个爆料内容，那他可能也会有自己其他的管道，所以他觉得那个责任他自负。那他觉得好，现在虽然说二审是输了没有错，但是他将先信自己的清白，他继续上诉啊。那这个部分就是法律的部分来解决啊。那至于说这个事情，我觉得王宏威跟 H 记者其实没有吵得很什么严重啦，基本上就是对那个就是对我刚刚讲的到底爆料这个有供养还是就是这个点而已，两个人争执就是这个点。那我认为这个事情
我引述一个民众党的议员啊，他的那个陈世轩说法啦，其实，在地方。他们很少被问到黄国昌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对于就大家打成这个样子，其实地方的关注度不高。我认为2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现在都还在雾里看花嘛，就是到底怎么样？OK， 对不对？就是没有一刀毙命证据，都是用连的。那很多事情是一个故事，那这故事要是真是假，大家没有办法做一个评判嘛，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政治人物跟媒体的合作其实一直都有嘛，以前有一些。政治人物他要选市长，然后马上就被跟，然后他去跟人家去 motel 被拍，然后就不能选的，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人家爆料去跟的啊，就是媒体也不会都一直跟，要爆料的，那他爆料的内容跟他媒体自己采访是一致的，对，真的是我写的，我问的东西是一套，你把它没有了。我现在没在讲联合报，我现在不是在讲联合报，讲新闻伦理的事情，好不好？没有讲，你也听我。你要听嘛？我讲的不是联合报跟侯义安跟王宏威的关系，我讲的政治人物跟媒体的关系嘛。我讲的是黄国昌嘛。我刚刚讲的是陈世轩讲说在地方人家没有问黄国昌，这个怎么会扯到联合报这没有扯到联合报嘛？那你刚刚讲那个被拍摩铁，那个是苹果日报去拍的啊。一般的人就会，人家也有查证啊。那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对啊，反正有时候政治人物，像我那时候也是啊，民进党的议员呢报给名嘴啊，然后没有的事都乱讲，然后名嘴在绿媒上面在那边造谣，一大都是这样啊。对啊，有查证吗？又来了，没有查证啊，达到攻击目的就好了啊。所以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啦。然后这也是达到攻击目的就好了。这个吴思瑶呢，也跳出来，不知道关他什么事哈，就跳出来就骂张志刚，可能是因为张志刚跟他选举过了就是说什么，哎呀，你看就拿了一个截图，就侯汉就是那个《镜周刊》做的那个截图嘛，就是那个侯汉廷跟他的朋友那个截图，然后骂说你看张志刚、侯汉廷就是这样子的，那张志刚就说，那你也要看说最后到底真的还假的嘛？那请问一下，那个许志杰到底有没有在审那个财划法的时候，哇，号召一些青鸟来啊，财划法如果过的话，国家就垮了啊！就他自己在那个国会里面可以讲发声的，他不发声，他跑去吃饭的，那有没有这件事嘛？有嘛？所以我觉得一般民众有时候会看说，那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政治人物常常透过媒体爆料，这里大家有见怪不怪，所以地方没有什么人在讲黄国昌的事。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在回应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虚弱啦。现在人家在问你说，你爆料的内容是不是花钱去买的？你花钱去买的爆料，而且是由狗仔去偷拍来的，是不是有这一件事？完全不敢回应啊。吴思瑶拿张思刚的那个截图啊，那是《镜周刊》所揭露的，是侯汉廷跟那个科信记者的对话。如果张思刚觉得说侯汉廷讲的不对，或者是媒体爆料的不对，就告啊！为什么不告？为什么不告？那不是很奇怪吗？那你到底是不是买？而且那个记者，那个柯律师直接讲说反正不是卖给你侯汉廷，就是卖给张思刚。为什么？因为侯汉廷跟张思刚才是真的在地方上这个包含竞争上面有一些冲突的人嘛。所以这个张凯维王宏威的助理张凯维非常了解张思刚跟侯汉廷的关系，所以才会被人家这样子讲才会被这样爆料可是如果不实的话，为什么不告？而且这个不告不只是张思刚现在包含讲的。刚叶元之讲半天，帮黄国昌讲说那个媒体爆料不对啦，怎么媒体爆料一开始就写说黄国昌狗仔敛财，黄国昌的狗仔敛财，还是黄国昌养狗仔敛财？这是好可以去讨论的。如果你觉得报的不实，如叶元之刚刚讲的这么愤愤不平，黄国昌被污蔑了，被《镜周刊》污蔑，去告我就问你为什么不告嘛？王宏威也是王慧慧，如果你觉得今天《镜周刊》的报道真的是不实的，包含侯姓记者侯立安昨天晚上3更半夜针对王宏威跟他合作这一件事情，还直接指涉他当时在联合报的时候是由联合报长官要求侯立安直接跟王宏威合作，甚至王宏威的助理有提供部分照片给侯立安这一件事情，他不认的话，那他为什么不告？为什么不告？还说侯立安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我从来没有看过王宏威这么温良恭俭让过，对不对？王宏威以前在议会恰北北，在立法院也全部都是一点点跟他有对上，马上提告，不然就呛你。他这一次对侯立安完全温良恭俭让，然后针对于这个照片，
这个媒体《镜周刊》所爆料出来说，他的助理张凯维跟谢幸恩关系很好，从谢幸恩那边拿到了非常多的照片去兜售给记者这一件事情，王宏威不敢讲哦。从谢幸恩那边拿到了非常多的照片去兜售给记者这一件事情，王宏威不敢讲哦，他只有说他不认识谢幸安，他有没有去回应说张凯维他自己的助理有没有卖照片给侯汉廷，有没有卖照片给张思刚？不敢回应。其实黄国昌并没有直接否认这件事，他只是很委婉讲说，我们针对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什么可能问题、可能涉及的滥权问题去做公益的监督。他这样是间接在承认呐。那凭什么就是我评问一下，谁是可能涉及违法滥权，是由谁判断？是你吗？你在做非法正义的事情吗？你是谁啊？你是法官还是什么鬼？而且王国昌也没有回应啊，他昨天的回应他讲的是什么？他说他的吹哨者协会跟他自己没有收过任何1毛钱。那请问谢幸恩是不是你吹哨者协会？你没有回答，因为现在看来就是谢幸恩把狗仔拍到的照片给张凯维，张凯维去兜售。那你们现在切割王宏威跟这个国民党所有的助理，只切说我不认识谢幸恩，但你们认不认识张凯维？黄国昌那边的切割方式是什么？我跟王宏威都不认识。但他没有讲说谢幸恩有没有把照片给张凯维嘛？这两个人的关系，国民党跟民众党完全不敢承认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一直这个不管是本支黄国昌的这个狗仔的发展，或者是这个分支旁支王宏威的发展，都相当的精彩。因为为什么？这是重重的打脸民众党跟国民党，一直讲说什么民进党政媒关系不清楚啦，民进党圈养很多媒体都是民进党在养的，结果跟媒体合作的是谁？是民众党啊，是黄国昌啊。黄国昌跟林传媒合作，跟民报合作啊，林传媒还因为黄国昌的关系现在关起来国民党有骂吗？对不对？王宏威现在直接讲出来。联合报的记者直接讲说，王宏威就是跟联合报有相关的合作，王宏威也没有澄清啊，这不是这个很荒唐吗？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他有承认跟他合作，只是合作的过程不一样。所以人家来找他，过程不同。人家来找他这一件事情我们以潘孟安这一件事情来讲啦，你看潘孟安的这个新闻啊。王宏威是在12月4号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来做爆料然后还说这个什么赖清德说不是豪宅啦，说什么力能人员去养潘孟安然后金屋藏潘然后这就是豪宅，说民进党准备了一个晚上，还居然这个谎话连连，把台湾人民当白痴。可是依照你知道吗？今天联合报的这个记者所讲的，12月4号王宏威开记者会，但12月3号晚上的6点02分的时候，这个侯立安就已经传讯息给王宏威的助理，跟王宏威说，立即回应说，这个杨忠不认识潘，是透过人出租的，而且每个月付钱6万8。已经告诉王宏威的助理潘孟安租这个房子是用他助理的名字去租的，也付了6万8。请问王宏威为什么隔一天要做这种新闻？请问你的公益性在哪里？不做这种新闻怎么会攻击？不是你爆料要爆料真的你的爆料在哪里？如果有付租金就不值得爆料是嘛？所以然后这一些照片。然后后来就这个被二审这个被判输了嘛，然后二审也被驳回了嘛，而且还不止那一年2023年一连串跟赖清德有关的相关的新闻全部都在，包含潘孟安去参加一个餐会，在那边抽烟，等一下这个于将军那边应该会有新闻，连那个抽烟的照片都有到底潘孟安当时被跟了多少？而这些照片到底从何而来？而潘孟安抽烟也是王宏威爆料。所以王宏威，你的照片哪里来？你要讲清楚、说明白啊！你现在完全不讲。张凯维的照片是不是就是从谢幸恩？而谢幸恩就是这个黄国昌养的狗仔。最后我要补充一件事情，潘孟安的这一件事情，当时在被爆料的时候，
刚刚这个有讲到，就是说他们其实有2批人，有一批人就是侯立安，侯立安拍的照片是从豪宅外面往内拍到的是很多这个潘孟安的车子从豪宅里面出来，但是黄宏威的助理这个张凯维说，我有另外一群照片，而这一个照片是不是就是谢兴恩租这个豪宅，然后租在潘孟安对面车位拍到的那些照片？你要出来讲清楚啊！现在也没有回应啊。来将军，我要告诉大家哦，其实大家讲的好像扑朔迷离，好乱哦。那么其实很简单的厘清一点，黄国昌认不认识谢兴恩？这不可能说不认识吧？对不对？他曾经公开的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媒体工作者，所以黄国昌认识谢兴恩没有问题。然后张凯维就是个6师弟，王宏威认不认识他？一定认识嘛，助理啊，对，绝对认识嘛。所以说，张凯维跟王宏威、谢兴恩跟黄国昌，他们这2组人互相认识没问题。可是重点，黄国昌就讲我不认识什么张凯，你当然不会认识啊，对不对？然后王宏威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谢兴恩，合理来讲你也不会认识他。可是谢兴恩跟张凯维认不认识？张凯维有讲过他是我的人，我跟他有非常特殊的关系，对不对？那表示张凯维跟谢兴恩是熟到不能再熟的朋友，或者是工作上的搭档。那现在爆料出来，就突然就出现了一个侯立安。那侯立安怎么跟这几个人连在一起嘞？对，这是李正浩爆料的一个截图。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赖截图都可以这么随便就流出来哦。对，这个月亮这一边就是侯立安啦。好，那另外一边小叮当这一边应该就是张凯翔，俗称6师弟。他里面说，查了潘孟安的财产申报没有那栋房子，这是谁？这是侯立安说的。连车子都没有。所以我在想，洪薇姐明天或者后天有没有空，我去找她访访，写完后，这个适时的来把这个时机把它出来。那这个呢？侯立安跟王宏威认识吧？认识吧？这个截图，这个赖截图表示王宏威跟侯立安绝对认识，这个也毋庸置疑，绝对认识。然后这时候张凯维6师弟就说了，委员是做登记后。委员说登记后，那所以今天王宏威说没有啊，我自己要选立法委员啊。我就说我登记后，对，听起来好像也蛮有道理哈。再往下看，如果你要提早发，我不确定委员的意思，你预计何时要来访？登记后再发。这点重点来喽，月亮这边是代表侯立安，他写侯应该是24号下午登记哦。所以说这个跟王宏威讲的说我登记后再发，跟侯立安这位记者讲的侯，王宏威不姓侯吧？就是侯友宜嘛。侯应该是24号下午才登记。好，那这边就停了，收回讯息。他在问说：“凯维，你在办公室吗？”在啊，这在还打错没关系，这赖场打错没有关系。去找你好吗？好哦，就去了。好，这边就开始重点了，可以给我先拿一些照片吗？6师弟问啊，你有没有一些照片先给我传一下？哇，这时候侯立安啪传出这么多照片。每一张都是由停车场外往里面拍的，可是王宏威开记者会的照片却是停车位的照片。你有一种相机，或是有一种技术，可以从停车场外拍到停车场里面的车位。我说句实话，没有办法。现代的科技，他们有新科技啊，黑科技对 ，X 光，那照片照出来，别闹了，怎么拍嘛？这绝对他在记者会踢爆的照片。说这个什么潘孟安被包养那个照片，这绝对不是那个就绝对不是侯立安提供的，因为侯立安提供了这么多照片，都是他车子出来或车子进去都在停车场外，那停车场内部的照片表示有另外一组人，那说这另外一组人哪里来呢？会不会是谢兴恩？这是张凯维的啊。对，张凯维就讲了因为这是这个侯立安说，他说他平常抽电子烟，为什么？其中有一张照片把它放大，有没有看到？窗户里面。隐约有一个人2指夹着一根纸包，这个纸烟呐，因为我不抽烟，我不知道，纸烟就传统烟嘛，就传统烟，夹了一个纸烟。然后这时候6师弟就说：“哈哈，但是我这边的人拍到他抽加热烟。”这表示拍潘孟安的不止侯立安这一组人哦，他另外有一组人在拍。那这组人会不会是谢兴恩？会不会是在就是林楚英委员他们家停车场租了一个车位？
的那个谢欣恩那位萧依依不知道，但是这个照片100%不是只有侯立安提供。好，那我告诉大家，还有4个对，这个照片提供的人非常多，它只是其中之一。那么我要告诉大家哈，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今天这个照片这个踢爆，因为王宏威后来被告了嘛，告了后来2审赔50万嘛，啊还可以上诉嘛，还可以上诉，还在打官司，但这次记得要给律师费，不然可能不太容易打赢。好，然后但是大家可以看哦，外部照片在整个审判书里面所揭露外部照片，好像都是侯立安给的。所以为什么王宏安不去怪侯立安呢？王宏威他不是也讲，你怎么不去怪这个记者？他说没有，我们曾经也当过记者，我们有这个保护记者消息来源的义务。王宏威他不是也讲，你怎么不去怪这个记者？他说没有，我们曾经也当过记者，我们有这个保护记者消息来源的义务。可是侯立安讲了，你说要保护的那个记者应该不是我吧？应该不是我吧？所以表示什么？因为打官司的时候的照片都是这些。对，这个好像被误导说所有的这些照片都是侯立安给的。所以侯立安就说你要保护的人应该不是我吧？他是表示什么？你从内部停车位拍的照片不是我拍的哦，你不要全部赖给我，好像我在法官面前，我所有的照片包含里里外外都是我提供，没有，我只提供外部的照片，这是侯立安要这个声明的。那可是呢，谁拍了里面的照片？这个六师弟讲了，我这边的人拍到他的加热烟，我这边的人是谁？是不是跟他关系比较好？他的自己人？会不会是谢欣恩呢？所以我才讲，很多人说，哎呀，你不要看到个谢欣恩，看到个张凯维，看到个侯立安，就全部都认为是王宏威啊、黄国昌，不是。重点是黄国昌到今天为止，他没有公开否认说，我跟谢欣恩早就已经恩断义绝，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工作关系了。他还是公开称赞他是个好的这个优秀的记者哈。然后王宏威跟张凯维的关系更切不开嘛。所以，当你的助理，当你协助你搜证的调查员，他们2个之间不是在做揭弊，是在做生意，那你2个老板没有责任吗？你2个老板可是这整件事情，一中，来，公民老师，请问一下，元智刚才讲，地方上他讲说，像陈轩他们就讲，地方上没有人在讨论黄国昌什么什么这些事啊。你也听到有一些蓝营的朋友也直接跟你讲说，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赵少康也跟你讲，他问过啊，就算黄国昌去拍的，也没有犯什么法。这整件事情到底违反了哪一些天条？大家要把它搞得这么严重？但你要听刚刚现场来宾啊，就讲这整件事情对一个民主法治来讲，会有很严重讲，到底是怎么样？不是，因为黄国昌是道德的长城，正义的魔人。就是因为他的道德标准非常的高，还记得2012年的时候反媒体垄断，去前进 NCC 的时候，当年小弟也跟着黄国昌前进到 NCC 去。2019年反红媒大垄断的时候，2019年那时候小弟不但跟着黄国昌去，而且我还站在台位的第一个发言，就是因为他始终让人家觉得他常常讲党政军要退出，然后要媒体就是要中立，然后我们政治要揭弊，就是他把这些东西串得太高了。所以今天我们因为一般民众会认为一件事，就是说，那这些政治人物，比方说有没有滥用公务车，好有没有什么夜宴去吃饭，事实上照片都拍到是有的嘛。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问题。被拍到那些政治人物，你搞去责任，你搞去当，就是搞去当。好，这件事情你没有什么好撇清的。你搞有这种流代志，你搞去当。就重点是黄国昌的这个狗仔队这个行为，大家可不可以接受？说政治人物去豢养一群狗仔队，然后去行他的政治跟监。这行为就很像当年嘛，为什么美国那个水门案，尼克森他为了了解他的政敌在想什么，所以他在那个。他是共和党嘛，他在水门那个民主党的水门大厦也装了一个那个窃听的嘛，然后就有点像政治攻防嘛。那这件事情后来大家觉得说政治攻防没有问题，但是你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民众没办法接受嘛，所以他后来要被弹劾是因为这个理由嘛。后来因为弹劾前，因为参众两院也摆明要弹劾他，所以尼克森后来自己先辞职嘛。那这个重点嘛是赶快的情况，
全民台湾人民能不能接受说政治人物用这种方式去进行政治攻伐？他不是在政策上的辩论。那你说媒体有他的狗仔队，媒体通常狗仔队是这样，他们会接收到爆料以后，他们就是媒体会自己去拍。像我刚刚讲，颜值刚刚讲说，之前有个要选新北市长的国民党淡水的立委嘛，那个后来我讲的是板桥的，他讲我以为你讲的是淡水那一位，然后后来那个他会讲的一定是他讲更早以前，他不会讲淡水。好，反正总之，后来媒体听到这个消息去跟，这个媒体跟了以后，他们刊出独家以后，他们要担这个责任哦，这是可以担哦。但今天黄国昌的狗仔队不是呢，一料一摇，一些相品他们会去判断以后，觉得有一些有用的，可能也许自己留下，有一些觉得好像成色没那么高的，他就问你说你要不要卖？要不要卖给那个透过蓝营的那个，就是那个张凯维他们去卖给那些政治人物嘛？所以为什么王婉婷也收到了？为什么张思刚也收到？为什么王文威也收到？为什么徐小新也收到？而且打给那些讨论这样的，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道德性？现在我们在讲的是这件事。那我在想黄国昌其实因为昨天四大报有爆料一件事情，黄国昌之前他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他那时候还在时代力量有录音档外泄的事件。那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时因为他们曾文学他们那个党派吵得很凶，然后他后来。2020年8月的时候，有个录音带流出来，就是说他在里面痛骂曾文学，而且里面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原本是2019年应该蔡英文要选总统的时候，黄国昌那个录音带里面有流出一段很有名，就是说他要时代力量提名我选总统，要不然我退党，让时代力量自己去选择。你设想今天总论辩论台上是我站上去，蔡英文会踹到什么程度？这个就是当时的录音带出来嘛。这件事情其实对黄国昌的形象很伤，所以他就很不爽。那曾文学后来因此而退党，但重点是，四大报昨天爆料，他说黄国昌接下来就找了那个征信社要来查，到底是谁是就是那个廖贝亚，就是告密者。然后来据说征信社就因为一开始要查很多人，因为那个会议上的录音带就是那些人嘛，黄国昌当然知道是录音带，就是跟他开会就那些人嘛，一定这么。后来因为征信社说这样太贵，所以后来他们就锁定2个人，当时会议上的2个人，然后。征信社跟他开价90万，前金70万，后谢20万。后来呢，慢慢锁定，后来那个征信社后来又排除1个人，所以最后是锁定1个人。所以他们说征信社后来呢也很良心发现，没有跟黄国昌收尾款，就只跟他收了70万。至少他们要黄国昌回答这件事情，黄国昌不敢回答。我要讲这是2020年8月那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你该开高者把你去扯狗仔，请征信社。后来我们一查一下。黄国昌后来成立那个刚刚一直提到公益揭弊者协会，是在2021年的2月。这里面有没有大家觉得时间序？就是说，以2020年的时候，以8月一夜是某狗仔队，所以他要查这种东西，他必须要靠征信社的方式。就2021年他自己2月成立了这个公益揭弊者协会，也募了一些资金，开始有这种方式，然后就开始了后面这一连串，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所以现在大家黄国昌他最后只承认，因为记者问他很多次嘛，他就承认说。我要保护我的调查员，那如果调查员讲出来的话，然后万一被什么黑道断手断脚，所以他承认一件事，他的协会里面确实有养调查员，有调查员，有这件事情，然后这些调查员确实也拍了很多照片。那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是说，这些照片后来流到哪里去？是不是像媒体明代，就像张思刚他说，原本那个吴乃仁就是那个去年12月立法院开会，刚刚颜值提到，后来那个照片一开始人家说。狗仔队跟他开10万嘛，后来张志刚杀到7万嘛。现在大家讨论的是说有没有这件事情嘛？但是问题我们看到黄国昌跟他的公益协会，他现在好像都不敢谈，他全部都回避，他就说他要保护这些人，然后什么什么。所以你一直在那边都在搞变，他反正他也没被回避。但是我最后讲一句的是讲，台湾人可不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跟你讲，将来狗仔满天飞，我相信每一个政治如果这件事情合理的话，那以后只要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我们最讨厌那种有权有势，可是就那边对起，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养一批狗仔，我就每天跟到以后我就弄死你，然后我就弄死你，以后这样子的瞒天爆料是台湾民众希望的民主政治吗？大家自己想。当然你说那个他有没有花70万找征信社？因为黄国昌没有回应，没有回应不代表一定有其事。可是这所有这些事情，现在对黄国昌总召来讲的话，很多的问题他就直接讲了很多的词，然后现在大家也在用，反正就是如果要是他要不然就是臭不可闻啦，然后要不然就是骂白什么啦，你这是什么问题啊？都会背啊。对，反正大家就这样，这就过去了。那他回应的那些东西，当然大家也会认真的要听他相关一些回应。可是如果你真的讲最近几天发生的那些事情，明凤，我问一下，馆长讲那个话，他就跟你说我是爱台湾啊。他讲说我不是要讲那些，我就是爱台湾啊，然后我只是要呛那些武统啊，为什么？可是那些词，你如果看那个原文的那些词，确实耸动。然后后面还什么兄弟，我的兄弟什么啦，我等好久啊，什么类似这些词在台湾社会，那当然你讲说，包括警方有没有要侦办啦，然后馆长就出来讲说，如果你看要把我当柯文哲，现在就变成这样了吗？
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蓝白很奇怪，就是说他们尤其是白银啊，如果黄国昌做这种事情，他就说哦，你们镜周刊一直在报我柯文哲什么料，然后我就自己不过在这反收证，然后我就反制你，可是问题他根本没有分好他政治人物跟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关系嘛，然后再来就是说你馆长，你作为你这种我们私底下聊天什么这个斩首什么的 ，OK 啊，我觉得你没有被听到就 OK 啊，但是问题是你是一个网红你在你的这个直播上面有那么多是你的粉丝，然后这个就说那么多人听你的话，去那个到时候会不会造成有人真的去替你执行了这件事情？今天的问题是在这里啊，就是说你在这种不是说你只是一个所谓普通人，然后我讲一句话，我下面也没有什么号召的群众，我也没有号召能力，我觉得这种话你就当这个放什么东西听完就算了。可是你今天在一个直播上面这样正经经的讲，然后讲了这么愤慨什么东西的，我请问一下，你围绕下面的几千还是几万？万好，对不起，你说在看直播的，对，看直播的人会不会受到你的影响，然后就去执行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为什么警方？我觉得警方当然。我觉得也是，实际上要办你也是不可能啦。但是问题是你这样是在公然的，就是说在公然的威胁这个所谓的元首的安全嘛。你不是号召很多，我不说你是有意要号召，但是你有没有人受你蛊惑之后去施行了这个动作？所以你要负严责啊！你今天是一个网红你有责任。你这直播上面都是你的粉丝，你只要这个发动一句我们去上街头，这些人可能就会跟着你走的人。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言论会影响到这些人的行为之后会影响到国家元首的安全？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你在讲说我是在帮这个什么台湾讲话，我是在对那些武统的呛武统的兄弟讲话，你应该回说，那我就去斩首你们的习近平啊，怎么样？这才叫呛回去吧？那你怎么变成说好啊？你来斩我们什么东西的，我们就去斩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脑袋。好了，我们不要涉及人身攻击，就是说，只是说你这样的讲话，你们经过你的脑子考虑一下，就是说你这样的东西，所谓的号召的效果是什么效果？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所谓我们过去，如果你有走过戒严时期的时候，有些东西都是不会犯的事情，都是很多都是很敏感的政治问题。那你这样的公然的讲说要去斩首元首，我觉得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认同的。那直接问来将军。军人出身是，可是馆长讲完那个以后，他后来不就一直讲说如果要是真他们要这样办我，你们大家要帮我照顾家里啊，什么他们是不是要什么的？看起来然后还讲说我是因为爱台湾或什么，可我不懂。但是他到北院外面的时候，下面有小草，他又讲说那如果要是要斩首要斩谁啊？然后你上看下面小草。会喊的那个词，对，我们就不要多讲。是，对，就是那3个字啊。是啊。那为什么又要这个样？这件事情就你要告诉大家这是误会，我没有这个本意或什么。那后面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我觉得馆长有担心呐，他有担心，他真的有担心，就是他当时可能下面有一些中国的那些网友或者是社群里面的人就留言，就说什么斩首怎么样的。其实。馆长跟我一样是退伍军人，他跟我一样退伍军人，他是陆战队的，我是陆军的，退伍军人很清楚的一件事，三军统帅是不可侵犯，不管他是什么党，我在军中的时候，我的总统曾经是陈水扁过啊，那陈水扁到军中来发给我们慰问金红包，我们也是部队所谓的部队里跟他敬礼，领取这个慰问金，然后也是总统好运，三军统帅不分党派嘛，他是人民选出来的。不管他是什么党，你喜欢他也好，你不喜欢他也好，他就是三军统帅，因为他象征的是一个国家三军的最高指挥机构。那你曾经做过职业军人的人，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会不清楚？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小粉红或是这些中国人，他们的三军统帅绝对不会是赖清德，是习近平嘛，是习近平。那如果馆长你要呛这些小粉红的话，你应该说，那你要斩首，先斩习大大的头啊。
为什么要来斩我们总统的头？那他这样就赚不到大陆的钱了，所以不行。他现在可能连自由都没有啦。他现在可能连自由都没有啦，他现在可能会连自由都没有。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各位你知道吗？如果是一般的民众，没有当过职业军人的 ，OK， 那你说我不懂，我不知道这样当过职业军人的，他是当过职业军人的人，怎么会不懂对于三军统帅这不可侵犯性？另外，他在北院前面是怎么样？他要制造一种状况，就是不是我说要斩首而已啊。你看下面大家都这么讲，那不是这样说嘛？那你在部队里面，我当连长，我们要消灭谁？消灭万恶共匪。那说句实话，是你在带风向馆长到现在还没有明白，你所做的事情是煽动，是教唆，因为你公开在你的社群网站，或者因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嘛，而且你的网路是百万网红你是百万网红，你公然说要斩下赖清德的脑袋。这个如果没事，说句实话，那台湾的民主是不是有点超过了？而且我觉得台湾对于总统也也有一些遇到一些暴力的行为，比如说那个李登辉曾经被泼墨水，然后有人丢马英九鞋子，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人干都是有人干。然后你竟然还在那边鼓吹大家去斩首，那会不会做出比泼漆还有丢鞋更严重的行为？而且他这个里面在北院前面说，各位要斩谁的手，要斩谁的手。他下面喊赖清德，他到时候到法院就说，你不能只办我一个啊，这么多小草都喊了，你不能这样，因为是你教唆的。而且他问的问题是说，中国解放军要斩首是斩谁的手？他是这样子问的他是这样子问的。可是他在他的直播是什么 ？What 等 you？I 等 you 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他不知道怎么讲的。我等你。他说我等你，我日思夜想啊，我心心念念啊，就不是你在回应人家，是你也想，是你也想。将军刚刚讲这个，尤其馆长最近这些发言，国民党会怎么看待像这样的发言？馆长自己有解释啦，我坦白说我是没有从头看到尾啦，但是因为大家应该就要从头看到尾，他应该是一开始在讲说，就是要怎么样下架民进党吧，2028下架民进党，然后他应该是有提到国民党的主席选举，然后蓝白合，然后忽然间就是有一个大陆的网友嘛，就讲说，哎呀，不用等到2028啦，2017就要武统了，然后他才讲那些，所以他其实是去跟那个大陆网友的对话。那现在很多人讲说，哇，那你这样就犯了什么散货罪、散货犯罪什么什么？他怎么去散货解放军？解放军他怎么影响？没有，他可以影响解放军。原字可能没看，我看完了。我昨天正把它看完了。它里面是有一段讲到他开一个店，不知道是蛋饼店还是蛋黄酥店，还是什么蛋卷店，我搞不清楚。他说我这店小小店30几坪，我也搞不下去了，所以我等你啊。我日思夜盼这一段是没有网友在那边讲，他说要怎么样。他的粉丝不是只有中国解放军，对啊，那里面还有很多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他是回应那个小草，就算是I 蛋 you， 那他也是在讲解放军啊，他也不可能散货解放军。来1分钟回应一下。我想要问如果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美国，你相信网红马上会被 FBI 跑进去把他抓起来吧？对不对？如果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对于这种要攻击元首的言论，都应该要有积极的作为。请问为什么我们要为馆长放任啊？然后现在让人家最压抑的是，身为馆长的好朋友的黄国昌跟国民党是他的友军，居然都没有好好的跟他讲说，你这言论就是不行，你就是逾越了那一条线嘛。你可以去恐吓别人吗？你可以在网络说不要讲说是要斩首我们的总统啦，我可以说我要斩首某某人吗？不可能啊！你这就是恐吓啊！你就是让我心生恐惧啊！而馆长的好朋友叫做黄国昌，居然没有跟馆长讲这一件事情，居然还护航他说他只是直播，然后言论的尺度大了一点。他说他嘴巴坏。对，但是我要讲的是，言论自由不是没有界限，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只有馆长不知道。那为什么馆长的好朋友黄国昌跟国民党居然还继续帮他护航？你要让他继续犯错，然后让他真的被抓，然后犯了这个相关的这被判刑之后，
才要来帮他收拾善后吗？你们怎么那么坏心啊？除了这些以外呢，当然对民进党前主席柯文哲柯前主席案子，那一路在往下走，包括最近进入到深水区，因为柯文哲自己除了被告的身份以外，还要以证人的身份。被告跟证人的身份当然完全不一样。那在证词过程当中，有很多大家对于中间有很多问号的，1500啦、橘子啦，还有金华 Orange 出国，所有这些，然后检方全部都问。来一中，第一个柯文哲拒答了很多次，对，但是有一些问题还是有答。橘子原来是负责买便当的。柯文哲昨天很有趣，就是说他昨天不知道是心情好还是怎么样，用证人的身份，虽然他拒答了16次，可是他还是讲出了一些关键字。昨天网友帮他统计，国会帮他统计，柯文哲昨天承认，至少承认他收了1900万。这钱都是他自己亲口承认。甚至听说有小草当场气到当场开门出去，就听到柯文哲承认他收那么多钱，有小草出去，一个女小草。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首先，他承认他收受博弈教父陈银柱那300万，就是我们讲台北市政府让骑飞轮那个300万，他承认是透过那个陈银柱的亲信邱新昌送到那个市政府那300万。他说这个钱这300万后来转给了当时的北捷的秘书周芳如，周芳如就是他最早汉草联盟就是 support 他的那个造王者了。然后这个钱他说，因为周芳如说这个是他将来要成立竞选那个他成立那个科办公室的装潢费300万，这是300万他承认。好，再来一个熊形上。妙天的1000万，他说这个是他的那个亲信，就是苏进强，之前台联的秘书长，去帮他跟妙天募的，总了1000万来了以后，这1000万呢，他说他只是转手，拿到钱以后就转给橘子，然后橘子后来拿这个直接把那个现金呢行李箱拖到那个北捷公司，拿给那个当时的董事长就李文忠，这个他也承认这1000万他也马修啊，再来那个邱佩玲的部分，他还承认一件事说。因为我们这都是那 Excel 那个档案上面的嘛，他说那个随身硬碟是他有他也无为啦，基本上也都行，因为他也不能不承认，因为证人都已经作证。然后另外就是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民众党的邱佩玲，他之前承认嘛，他不是证称说他有3个200万，一个200万是那个谢国良的妈妈的，然后一个是文华东方董事长李命群的，那一个是信义房屋创办人周俊吉，这3个他们3个200万，柯文哲说这种污染。他这个他就邱佩玲一直在帮他募款，所以邱佩玲的证词他也承认了。然后但是有一个500万他不承认，是这样子。有一个会计师大家记得吗？范有伟，就是说在那个停车场，柯文哲到他家地下停车场，我觉得我爸爸后车厢拿走500万。那柯文哲是这样讲，他说范有伟是我的好朋友啦，这是我和他的事啦。那选举的时候他也会帮我啦，但是他讲到这以后，突然觉得好像多讲了什么，所以后面就说我不要回答这个，我拒绝回答。所以他并没有，他那个500万只讲到前面那个部分。他说范有伟是他朋友会帮他，但后面他就不承认，就拒绝回答。所以我们统计出来的结果是，这前面讲1900万是柯文哲承认他有收的。好 ，OK。那我觉得柯文哲现在他的策略是这样，他们就一直咬的一件事情，因为经过了囚犯困境，柯文哲跟沈庆金关了1整年的囚犯困境以后，沈庆金始终并没有去对那个1500这件事情去承认。柯文哲那个 Excel 基本上上面大家都承认的，就一个个都对得出来。但是就是沈庆金的150，因为沈庆金是当事人嘛，沈庆金是公博嘛，所以双方在看守所各关了1年以后，囚犯困境的结果是双方都不承认这件事。所以柯文哲现在1500这个对他来讲是有利的。老实讲，好，那大家记得吗？柯文哲其实他总共被起诉28年嘛，最重的当然就是金华城的案子15年嘛。那个我觉得他现在就抓了沈庆那150，他就是反正就你只要扯破150，沈庆也不承认，我就不相信你检调办得出来，你最后只能用图利最棒。那图利本身就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我老婆铁力的急，你图利这个在就是道德上好，大家会觉得阿北是不是无辜？可是他没有办法闪掉的是公益侵占。我刚刚讲那些都是属于公益侵占的部分，他被拍2条公益侵占，一个是就是把那民众党的钱 A 走，这里面起诉是5年，然后另外一个木可公司的起诉是6年。但我觉得柯文哲现在的策略怎么样？一嘛行令啊，因为这种公益侵占的东西其实第一个罪名也不大，5年6年吧，不是多大啊。另外那个中央基金会养员工那个2年多，背信那个他无所谓。我觉得他现在的策略就是说，他只要守住金华城这一道防线，小沈150年让他固住了，后面这些说真的，反正就算将来被判有罪，反正小草们认为说，那钱就是给柯文哲的啊，那柯文哲要怎么用，我们不去管嘛。那反正他钱只要不要放进他的口袋，拿去什么做装潢什么的，所以他现在很厉害。但他昨天讲了一个关键，他昨天因为他要讲，柯文哲很喜欢读历史嘛，他之前已经自比说他不想要当伍子胥，他想当曼德的嘛，他昨天说他是汉献帝的，我们要研究汉献帝的。他昨天最后在讲一句话，就是说满朝都是董卓跟曹操，我是被副市长搞的人。好，他昨天把副市长就是那个
搬出来了，好，意思讲，这块代志我都唔知，我就是汉献帝啊。大家知道汉献帝在东汉末年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他是先因为董卓废掉了原本的少帝，就汉献帝伊达亚的哥哥废掉以后，就立了汉献帝刘协，原本是陈留王把他拉来，但是他就是等于是董卓立他嘛。后来经过一连串纷扰以后，董卓倒了以后，接下来董卓的部将又就是扶持他，所以汉献帝其实流亡很多次，他就是被大家带来带去，最后是曹操也被引进来以后，那曹操更穷大位进来以后，把那些董卓的部将清完以后，他就人家讲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大家历史都知道，最后曹操死了以后，他儿子曹丕就把汉献帝废了嘛。所以汉献帝其实他的人生就是一个被挟持的过程。柯文哲昨天自比自己汉献帝，一直都是讲新闻拢唔知。那我觉得这个他的脉络是这样，因为我还要分析他的脉络，我很辛苦。他2014年的时候，他确实是被民进党跟周芳如他们这些汉草联盟给他拱上去的，所以他一直说，我2014年当了市长以后，其实我靠我是民进党的人，还有包括那些汉草，都是说我也没什么实权。但是我现在比较难理解，就是说，那2018年民进党跟你没有瓜葛，2018年你自己去选的啊，那时候你跟民进党已经闹翻了嘛，那你自己选上以后，那你现在，所以你可以说第一波民进党是董卓，你把他拱上去，可是后来董卓跟你闹翻了以后，是曹操把你拱上去的啊。那我要问柯文哲说，那2018年以后谁是曹操嘛？那你意思是说副市长是曹操咯？是他吗？那你所以你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被2018年以后你被副市长这一件进化成这一派搞到你起码都不知道，所以阿贝他昨天只丢出这个问题。那至于是不是副市长，是不是阿贝说可能讲的是董卓或曹操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问副市长。当然，这整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因为柯文哲同时是被告，同时是证人。人家我刚才有讲说，当讲说橘子是买便当的，当那张纸条什么 orange 精华 orange， 他讲他的金字还写错，就只是觉得橘子出国很爽。你知道，法官也是人嘛，他就是办案法律娴熟，办案经验丰富，所以法官听每一个证人讲话的时候，因为法官就只听嘛，你们检辩双方各自攻防嘛，是，你讲的东西要让法官听下去以后，它会影响到法官的心证，怎么影响？就你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你讲的是不是大家一听就觉得哦对，还是你讲了以后他就哦哇哦，你知道那个对未来一定都会有影响的。所以到今天大家才知道，原来一个负责买便当的要出国跑了这么久，到现在还不回来；一个负责买便当的是1000万的箱子拿了就走。不过因为昨天的庭看起来柯文哲是用证人身份出这个庭了所以证人跟被告就是被告可以胡说八道，被告可以死不承认，因为那是他的权利嘛，但是证人基本上应该是不行，所以证人这时候他所说的这个证词，未来其实要受到检验的是你有没有说谎，那就有伪证罪的问题，当然你说昨天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橘子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嘛，因为他就是负责买便当的，可是同时他也承认了刚刚议中所讲的嘛，妙天的1000万对是橘子拉走的，对这个钱也是橘子拉来拉去的那所以我就不太知道，因为它里面还讲到说那个橘子买便当这件事，因为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讲买便当呢？因为柯文哲说因为他们家是有钱人，所以要买便当常常不记账。那个小钱他会那，但大钱他管不到那柯文哲讲法，他是帮忙买便当的，小钱他有在记，不会管大钱。那我就非常好奇啦因为我想在座大家一定跟我一样好奇嘛。那妙天的1000万，橘子能够拉走，那算小钱还大钱？小钱啊！我不太知道吧因为柯文哲的说法是这样嘛所以我就讲就说柯文哲昨天的那一段话，还有包含到那个硬碟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柯文哲说什么？你知道，中美谈判很多秘密都在里面这个跟案情其实无关他没事拉了一个什么中美谈判的秘密什么，我比较好奇是检察官听到的，因为检察官看过里面的东西嘛，那跟本案无关的那个他没办法去揭露嘛，但我比较想好奇知道检察官的表情但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讲说昨天那个庭又是证人他是证人身份，我也不能讲他脸消微因为你当证人怎么可以脸消微所以我又回来看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对于金华城跟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那些东西我觉得他已经有一个诉讼的脉络了
因为金华城跟贪污罪是有关系的，那个对他影响甚大。当然，所以只要提到跟金华城有关、跟钱有关的，柯文哲态度他就是第一个，反正先骂民进党那个 OK 啊，因为反正他要骂我，没阻止不了他嘛啊。那再来就是什么？他绝对不认罪，没有对价，所有都是被栽赃，可是对于这种什么200万、300万哦，你看他认得很干脆啊。邱佩玲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有就有拿，他不会害我，这是直接就讲什么啊？对啊，有1000万啊，反正你们都知道嘛，那就是橘子拉走的，这种叫滴滴答答的小钱，了不起被信嘛，了不起我就挪来挪去嘛，能够有什么不会影响他的政治路啦？这当时在修这个法、修选罢法的时候，这个他们算过了嘛？不要贪污的这一块，不要多少年以上的，我就可以，这个我都 OK 啊。邱佩玲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有就有拿，他不会害我，这是直接就讲什么啊？对啊，有1000万啊，反正你们都知道嘛，那就是橘子拉走的，这种叫滴滴答答的小钱，了不起被信嘛，了不起我就挪来挪去嘛，能够有什么不会影响他的政治路啦？这当时在修这个法、修选罢法的时候，这个他们算过了嘛？不要贪污的这一块，不要多少年以上的，我就可以，这个我都 OK 啊。所以我觉得到昨天为止，其实我老实讲，我真的是shock的是那个什么中美谈判的那个机密。我讲真的啦，如果要办一下，谁泄密给他？为什么他手上有这么多的机密？非公务，非你职务上持有之，非不得知悉之公务秘密啊！对不起啊，法律条文我们背那么熟，但大家意思大概是这样，这也有罪啊！可以这样搞的。可是这件事情，因为在开庭还牵扯到另外一件事，因为辉达到底能不能够真的落脚在台湾？因为本来就是讲在那个 T17、18嘛，就是在那在这个地方，结果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波折。平心而论，这跟蒋万安未来，包括在连任上面，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影响性。因为到底辉达能不能这样？但是在柯文哲的口中，苏培是他跟检察官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把辉达给搞走。荒不荒唐？超荒唐的、啊！难怪分部人家在问你会笑说金华城为什么送20% 的容积给沈庆金，结果你今天讲说你看辉达不敢来，就是因为你们这个检察官办我办得太严，是这样吗？辉达之所以没有办法落脚 T17、T18，就是星光人寿坐地起价。星光人寿从一开始去标的时候就没有投资计划，前2年他标到之后。要求他要进行开发这一件事情，他曾经传出新闻，就是星光人寿自有资金不足，根本无法开发，要把其中 T18让给国巨。当时在议会质询的时候就说不行啊，你这样随便让给国巨的时候，他就马上坐地为王啦、光这个2手的转让价，他可能就赚了好几10亿了。结果这个柯文哲现在面对这一件事情，完全没有去检讨为什么当时 T17、T18就建租给新售，反而去怪说是检察官办得太严，所以辉达不能来。辉达没有不能来，辉达要来。辉达锁定的就是 T17、T18，而他锁定 T17、T18没有办法进去，就是因为星光人寿没有开发，坐地为王，而且现在要求台北市政府，如果要跟我解约的话，要拿140亿出来啊。蒋万安不愿意啊，蒋万安说140亿，好来。你正式来公文，我送到议会，看议会要不要给你嘛。星光人寿不敢送啊，因为这马上就要被打啦，莫名其妙，你没有开发，你还敢送过来？然后今天民众党更离谱，今天居然民众党说，不管如何，蒋万安都要当责啊，对啊，前市长都没有责任哦，前市长把 T17、T18金鸡母租给星光人寿都没有责任哦，全部都是蒋万安的责任哦。然后我告诉你，今天更离谱了啦！这辉达真的也是不想等了啦。辉达直接说啊，这个去向这个经济部问说，请问经济部有没有其他的土地？请问经济部台湾有没有其他的土地能够让辉达做总部啦？如果蒋万安真的留不下辉达，我告诉你，蒋万安明年连任就完蛋了。好，苏培最后讲那段话，就是所以对蒋万安来讲的话，这非常重要，因为人家都已经看好要在台北嘛。然后如果说，而且现在看起来是高雄陈其迈也在抢，
然后今天赖清德总统也直接发话说中央要帮忙，搞到最后好像如果辉达真的留下来，就变成是人家帮，这对蒋万安来讲，显然是从政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啦。我觉得会有影响啊。那所以当然蒋万安他要想办法。要。现在卡在那个合约嘛，然后好像是说什么要依照合约是要两星光，要么就是盖好之后转移给，这是台北市政府要求的，盖好之后转移给那个辉达，要么就解约啊。现在星光他不要嘛，那他们就要去想办法去协商啊，不然新北应该也有一些地啦。辉达也可以让新北，你现在是在帮新北在争取吗？你这样对蒋万安没有影响啦，双北都 OK 啦，我觉得桃园也在争取，我们今天议会也提了。桃园龟山有一块地也不错。新北今天非常多议员跳出来哦，不是，淡水的议员已经讲了，淡水的议员已经讲了。我要跟你讲，是因为这对蒋万安来讲会有影响，已经说要落脚，都已经大家讲在新售那块 T17、18当初。你如果真的就算弄到新北，同样是国民党执政，但对蒋万安一定说，所以我讲现在连民进党，你看，从赖清德总统到陈其迈，每个人都看准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这样讲，所以你们现在一定要想尽办法，看看怎么办呢？所以台北市政府一定要尽量去努力啦，因为辉达这么重要的，这很重要啊！他在那边除了带动整个 AI 产业之外，会有很多高阶人才进来。是地都炒完了，你知道吗？现在那个房仲已经说地都已经买，那个房子都卖掉了，地都炒掉了。新闻一出来以后，也涨了一波，早就已经冲下去了，他妈套牢怎么办？就跌啊，就是赔钱啊。对，而且是蒋万安讲的哦，中正高中现在最辛苦，原本他要成为辉达高中，起码变最就是还是中正高中。蒋万安今年5月说，辉达之所以能够落脚在 T17、T18，全部都是他努力去争取来的，才让这个辉达锁定这个啊。结果现在嘞？辉达完全就是要放弃耶！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就是说你民众党你起的因啊，就是说因为你在柯文哲市长的时候不当标这个T17跟18嘛，当时不是有会议资料有造假吗？我就问你，蒋万安市政府，你为什么不敢去告柯文哲，去告新售嘛？就说你取得过程有问题啊，这也是就是在考验蓝白合啊。对，那你民众党不帮忙弄以外呢，那你还去说好，就是对他讲的对。现在不管如果卡关的话，不管如何，蒋万安都要负责，就是没有我柯文哲的事情。那这种蓝白合，这种白，你还要跟他合吗？你现在就是星光人寿的这位吴欣颖小姐，我可能她跟星光人寿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啦，但毕竟跟星光人寿有些关系也是你们民众党啊，你们不能够协助他吗？而且我觉得蒋万安、蒋市府，你也应该采取比较硬的手段。如果你们新售不放的时候，你们采那个整个标案的过程里面，我是不是要检查一遍？我要恐吓你一下嘛，你就随便让他坐地起价说你要好，我们解约的时候就140亿。140亿你又不愿意付，然后呢？可是那个辉达也不愿意新售帮他盖厂啊，因为那个电子厂你新售怎么盖啊？所以呢，所以我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就看你蓝白合要怎么走下去。OK， 你这样子的话，你蒋万安这如果卡在，因为北市科卡在台北市，我跟你讲啊，人家民进党已经传好人选要跟你选了啦。那你看，如果你这样卡关，然后我中央政府，龚明鑫又出来讲了，经济部会在24号之前就回复你辉达，还有什么地？当然，他也说我不排除台北市啦，他也是讲了这一句。但是如果你这样子真的不行 ，T12也不好的话，那我还是回到那个所谓的高雄或是其他这个南部其他的执政人县市嘛。那你讲话你要怎么弄？大家就会怪你无能嘛，你没有争取市政府应有的这个权益嘛。好，你为什么不能告？那除了这个，大家现在在关心这一块以外，那我们一定还是要关心到，包括花莲光复现在在所有的抢救跟复原的过程当中。那在这里头，因为昨天大家看到礼拜二的时候，礼拜二院会嘛，院会你就看到包括卓院长跟傅昆萁副总召，那什么海啸警报啊，为什么不发啦？所有的结果搞到昨天上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解释海啸警报发的条件有哪几种，那为什么会提到海啸警报，然后去讨论到这样。但现在出来一个，那任俊，第一个，那
光复昌今天有发警报，然后变成是那个总协调官纪仁成就要讲说，哎，不是在什么状况之下，大家该发什么什么，因为现在会有一点点草木皆兵啊。你发虽然上次有一次是我乌龙，可是万一你发的是个真的呢？就是这些事情确实是要谨慎啊，不是吗？这个花莲县府发了这个警报，当然是因为早上的时候有个地震啊，那因为地震而延伸出来发了这个。那花莲这个消防局这个警报在这里哦，因为它是地区性的啦，所以这个大家看到说哇，附近地震震度达5级啊，有坝体破坏的疑虑哦，请大家立即启动疏散避难措施啊，不要靠近河岸的这个低洼处哦。那你可以看到，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是先一个国家级的警报，是地震，然后后来就那个隔了5分钟之后发的就变成是这个所谓的立即启动疏散避难，这里面有一个5分钟的时间差啊。花莲县府的这个消防局局长啊，他有表达啦，他说造成大家的困扰，非常的抱歉。那他当然有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第一个可能是在交班的时候提醒的时候没有足够精准，但我听到有另外一个访问啊，花莲县府讲的是说，现在的这种状况，大家神经绷得很紧所以稍微有怎么样可能是过度反应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就会觉得好吧，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救灾的这一对，但这也暴露出来，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中央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纪连成他到现在为止的抬头还叫做协调官，总协调官，但是现在看起来他几乎等于指挥官，这个名称上差很多。按照我们相关来讲，其实县市首长本来就应该是指挥官才对，但看起来现在是花莲县府退居到了第2线那当然，你看，你从这个，因为发了这个警报大家非常的紧张嘛，你要求立即疏散嘛那我看到中央立刻说，他们其实派遣了无人机飞到了这个堰塞湖的坝体上方，做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摄影。那也告诉大家讲说，坝体的部分到目前为止，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这个立即性的这个危险。这个名称上差很多，按照我们相关来讲，其实县市首长本来就应该是指挥官才对，但看起来现在是花莲县府退居到了第2线那当然，你看，你从这个，因为发了这个警报大家非常的紧张嘛，你要求立即疏散嘛那我看到中央立刻说，他们其实派遣了无人机飞到了这个堰塞湖的坝体上方，做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摄影。那也告诉大家讲说，坝体的部分到目前为止，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这个立即性的这个危险，所以请大家也可以放心。但是回到了你看接下来马上又有3天的连假，很多人我知道有些人又继续要进去想尽办法要帮忙救助了那这个等于是在整个的这个阶段里面，适合不适合，还有大量的人力进去了。因为前2天有一个我觉得看了其实难过的新闻，一个操作工具机那个重型机具的，对，那结果因为他受伤了，那受伤导致到感染，那我就讲后来大家有讨论说，在这个阶段里面，你有没有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能不能在这个阶段里面再进去灾区？我觉得这个对于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人力会在进去的这个状态之下，怎么做一个调控？我那天看到一个访问是连光帮忙弄沙包沙袋那个现场都有不同的意见。对啊，我有看到你也看到那一个嘛有个人就出来讲说，我告诉你我是什么军方这边下来的，那个找人在那挖土，在那边弄沙袋你找一个大的机具，那个怪手一铲，那个很快就弄起来。后来现场也有跟他做解释说，因为这个沙袋弄完之后要放到堤防边要安置，他要避免有更多的这个未来有奇怪的状况，所以如何在接下来把这个人力跟物力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跟做最短暂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分配，我觉得接下来考验的，老实讲，我真心觉得一直考验中央是有点怪。OK，
因为地方才会了解实质地方的需求嘛。不过刚刚讲到，因为很遗憾，因为那个挖土机超人他已经是在专业救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因为救灾过程当中受伤，然后那还是在继续救，所以后来发生包括感染啊，然后不幸离世。那所有这些过程好像是桃园，他好像是在桃园那个地方的，对，在桃园市的。对，我看那所有这些，可是接下来一定还会有很多要去救灾。可是这个时候，你看到昨天包括行政院长跟副根级总召在立法院的时代，来苏培我就直接问，副根级现在讲就问中央要不要接管嘛？光复你们要不要接管嘛？没有，我问你啊，花莲县要不要给中央接管啊？如果中央要接管，中央就接管，因为中央现在实际上就是在接管嘛。所有的包含水沟几公里，水沟什么时候要清，全部都是中央要回啊，全部都是卓荣泰要回啊。我要讲的是说，你知道我们的乡镇市总共加起来全台湾将近200个。如果每一个乡镇市的水沟几公里，然后有多少没有清，全部卓荣泰院长要立即讲出来，你知道那有多少的内容吗？这东西本来就不是行政院长负责，本来就是地方政府甚至是乡镇市长应该要去处理的。结果那个傅昆萁副委员，身为花莲县的立法委员，自己的太太在做花莲县县长，针对于灾后的救援被这个花莲县光复乡的乡民骂到臭头，没有气可以出，在花莲不能出那一口气，全部跑到立法院来出气哦，这不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奇怪吗？那我要问的是说，你们执政了，傅昆萁当了8年的县长，徐榛蔚即将未来也要当8年的县长，现在如果救灾，你真的认为花莲没有办法做，那你就请中央接嘛。如果真的是的话，你就请中央接啊！我相信这样子事权会比较统一啊，才不会又有像今天这种误发简讯的事情。今天误发简讯在花莲从灾情发生到现在已经几次了？你知道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就误发过，1天里面有2次，一次是嘴巴误传，第2次是真的有发简讯出去，对，那个警报声出来，没错。然后再隔了几天之后，又发了简讯说什么光复乡的这个什么花莲的民众要进行教召，也误发了简讯。然后今天早上又一次，然后这个被这个纪连成将军去询问了之后这个花莲县行政处的处长陈建春才说他们未来一定会按照标准。那我要讲一件事情，中央发放这些简讯有没有标准？有标准啊。那花莲为什么没有按照标准发？之前是一个警察就误发了。我相信这样子事权会比较统一啊，才不会又有像今天这种误发简讯的事情。今天误发简讯在花莲从灾情发生到现在已经几次了？你知道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就误发过，1天里面有2次，一次是嘴巴误传，第2次是真的有发简讯出去，对，那个警报声出来，没错。然后再隔了几天之后，又发了简讯说什么光复乡的这个什么花莲的民众要进行教召，也误发了简讯。然后今天早上又一次，然后这个被这个纪连成将军去询问了之后这个花莲县行政处的处长陈建春才说他们未来一定会按照标准。那我要讲一件事情，中央发放这些简讯有没有标准？有标准啊。那花莲为什么没有按照标准发？之前是一个警察就误发了，现在今天早上的误发变成某一个消防员这不是很奇怪很荒谬吗？那所以如果整个花莲对于从这个之后所有的这个恢复跟这个光复乡的这个灾情的这个救援，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徐榛蔚就正式的向中央讲说，我把所有花莲现在光复乡的救灾全部把责任全部交出去，就由中央你来担，中央你派人来接管。来源是，因为现在主要的事情，中央当然资源比较多嘛。譬如说一个就是堰塞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那现在经济部或水利署他们也有在做一些，比如说疏浚或者是河流改道嘛，然后也要解决堰塞湖的问题啊。现在当地灾民其实蛮怕的，就是说会不会又有一个强降雨下来之后呢，又发生类似的状况，然后现在大家清的那些淤泥什么全部都恢复到原点，所以这个当然现在是中央要处理嘛。然后另外现在那个总统不是也说要增派
国军吗？然后那之前是说增派1万人啊，然后后来好像没有到1万人。但国军这也不可能是花莲县政府调动得了嘛，所以当然主要的资源都在中央手上。然后我们的卫福部管的那个赈灾基金会啊，已经募到10亿了。那10亿后来他大概拨给卫福部4.7亿啊，这个钱也都在中央手上啊。那个赖总统还跑去宣布说，每一个灾民啊，一户给20万的那个什么房屋修缮费，其实那个钱就是来自于大家的捐款。所以中央当然是资源多嘛，那现在还要去分说什么？地方不行啊，我觉得灾民看了也难过啦。现在应该是中央地方一起，就是想办法把灾民的问题解决，想办法让光复乡重建。我觉得灾民会比较想要听到是这个啦。将军，我要强调，灾害防救法为什么规定地区的灾防指挥官是县市首长？因为县市首长有行政资源，然后在这个灾害成型之后，国军透过了后备指挥部，然后参谋本部完成兵力调派之后，进入花莲的国军，他接受谁的指挥？救灾指挥官哦，不是接受纪连成哦，纪连成是总协调官，他不负责兵力救灾的指挥，救灾总指挥的兵权还是在徐榛蔚手上。那么为什么不会轻易中央去把这个地区灾防指挥官的接管？因为第一个，你没有跨县市，你是一个完整的建制，你是花莲县里面的光复乡，最多可能凤林啊，或者旁边瑞穗可能有一些影响，都还在你花莲县县长的指挥辖内。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中央派了一个人接替指挥，会做的比徐榛蔚更好吗？这是灾防法的一个精神。那如果徐榛蔚说会，你们派一个人来会做的比我更好，那我觉得中央没有问题，会派人指挥。但是我说这是个机制，所以我说另外讲到那个警报的问题哦，那个叫什么海啸警报，什么地震警报，你到底有没有发海啸警报？他为什么说海啸警报？因为海啸警报的发布权在中央，没有一个县市可以发海啸警报，因为没有一个县市有所谓的海洋这个委员会，全部由海洋委员会只有中央，所以傅哥你说海啸警报不对，你知道花莲那个海岸山脉到海洋有多远？那是全台湾距离海面最远的，应该就花莲。你那个海啸要漫过海岸山脉打到花莲上不得了，那多少公尺高？所以不对，不是海啸警报。真正堰塞湖它带下的是什么？看起来像海啸，它不是海啸，它是由高往下，海啸是由低往上漫，这是完全两回事。所以我说应该是所谓的堰塞湖议坝或者是议题的这个土石流警报。那这个警报是要谁来发？那当然是谁负责监测就谁发。那现在是中央的这个农业部可能派了无人机或派谁在那边看，你应该要以农业部保持最好的沟通，因为你是指挥官哦。这个警报或者是疏散的计划随便发布的话，会产生恐慌。因为你知道这几天进入花莲的志工35万人，你知道光复乡才多少人？1万多人所以如果你误触警报或者不小心发错了警报，造成推挤，让这些人员伤亡，反而才是救灾指挥官要担的最大责任。所以我才说很多事情谨慎为之。没有生来就会，但是希望能够在错误中学习。可是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容许你一拖再拖，要赶快。对所有花莲光复的所有的同胞来讲的话，那时间其实非常重要，你总是要让他们恢复到正常一些的生活。包括每一次看到让人感动的产值超人，包括你看到国军部队到所有的地方去的时候，那上下一心，希望尽快让光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中央跟地方未来到底该怎么样，全民也都在看。那对国人来讲的话，那包括在政治上面前面所讲的，对黄章总召他们来讲的话，那这所有的在政治未来还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新闻面面》，我们明天见，拜拜。